欢迎收看北京讲文化大革命。好久没说这句台词了。这个系列公开课呀，28讲讲完之后呢，暂停了很久啊。今天又想做一期是为什么？因为我最近开始写一本新书啊，我的第5本书，也是第1部非虚构作品啊。书名呢就叫《文革非10年》。那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在思考很多的问题啊。那么就是今天这一期的一个结果啊。我在想，很多人都说呢，中国会来第2次文革啊，或者说文革还没有结束。那么我觉得今天要聊的就是，你觉得习近平还需要再造一场文革吗？以及呢，我们会结合最近的这新的一轮的扫黑除恶一块儿来聊。我这本书呢，现在写了30%了啊，正好写到1966年8月的破四旧啊，我们就从这儿聊起。1966年8月17日晚上啊，北京第2中学有一群红卫兵，他们开始起草一个文告啊，叫《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什么叫旧世界呢？因为之前是中共告诉这些红卫兵的，要破除旧思想啊、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啊，这4旧。那但是呢，特别抽象，对吧？思想怎么样算旧的呢？文化要旧到什么程度就要消灭呢？什么样的风俗和习惯算是旧的呢？都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这个标准和清单啊。所以北京2中的学生就开始替这个旧世界寻找具体的肉身啊。他们就认为理发馆里的有些发型属于旧世界啊，裁缝铺里的这个比如牛仔裤一些比较花哨的衣服属于旧世界啊，高跟鞋属于旧世界，香水属于旧世界。那他们自己去定义啊。好，第2天8月18日，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这个接见红卫兵啊。那林彪在这个城楼上公开号召青年要大破这个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之后呢，人民日报这些官媒又把这个北京的红卫兵的这些行动向全国去传播啊。这一下原本中共提出来的很抽象的敌人，那由这些青年们就找到了具体的实施的对象。然后官方一传播呢，又可以变成全国都去模仿的政治示范。所以如果今天又号召说我们要向一个什么东西宣战，那会发生什么？那好，我们就开始聊聊这个新的这一轮扫黑除恶2026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他等于是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宣布，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大家注意这个字眼专项斗争。很有意思的是，5年前中共已经宣布过了，说他上一轮的这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胜利了。那是2018年那开始的那一轮，持续了3年到2021年，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3.7万人随后官方宣布说完成预期目标。那之后呢，要把这个专项斗争转入常态化，对吧？甚至后来还专门制定了一个反有组织犯罪法，从2022年5月1日开始实行那你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你制定法律的目的不就是把这个扫黑除恶推进到一种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轨道上吗？结果才过几年到今年2026年又来了一个为期1年的专项斗争，对吧？那陈文清要求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就什么说了一堆，对吧？而且这一次有一点点变化呢，就是除了传统的黑恶势力之外，还特别提出要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所谓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这个黑恶犯罪那有一个点我们还是得夸一下的他说了一句话，
是所谓的黑恶一个不漏，后面还有后半句啊，叫但不是呢黑恶这个一个不凑啊，这个就很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好，当然了，扫黑除恶不是文化大革命了，对吧？那打击黑社会这个没什么问题啊，任何国家都是要打击这些有组织犯罪的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中国今天有刑法呀，还有刚才说的反有组织犯罪法，对吧？那而且刚才还提到了，我们不是为了这个行动要去凑数，对吧？黑恶一个不凑，是不是？那这些都和1966年文革时候的那种红卫兵政治有巨大的区别啊。那我觉得这里面呢，不是说扫黑除恶就是新一轮的文革，或者以后又发展成什么文革2.0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聊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是说，为什么一个已经建立了法律宣布常态化，而且5年前刚刚宣布取得胜利的这么一个治理领域结果又一次需要用专项斗争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背后其实存在一种就是中国政治非常熟悉的治理逻辑这个治理逻辑和文化大革命到底有没有一些历史上的连续性，这个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要聊的我们先做一个思想实验我们假设今天习近平突然指出了一个类似于1966年的政治方向告诉全中国人说我们社会中存在某一种极其危险的东西说它正在腐蚀中国阻碍民族复兴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但是我不告诉你这是什么，没有一个精确的法律定义我只告诉你这么一个政治方向。然后习近平说你们自己去找，自己去发现自己去揭发，然后自己去清理这就是允许群众对那些定义为敌人的人直接采取行动私刑。那会发生什么？这就跟当年1966年这个毛泽东发动这个红卫兵破四旧找阶级敌人什么是一样的。但是今天如果再来这么一次，破坏力会比当年大得多。我们想想当年北京二中的这个学生写这么一个向旧世界宣战这个大字报如果想传遍中国，那需要印这个宣传单是吧？需要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配合去宣传，甚至这些串联的学生还要坐火车到全国去推广但今天呢，完全不需要，对吧？一个短视频就可以很快的几千上万次的播放，对吧？一个人的名字、工作单位家庭成员什么这些信息就在什么微信群里什么社交网络上可以快速传播，对吧？你现在你要去羞辱一个人，像过去拉到什么北京街头去批斗是吧？现在都可以全国直播了原来是要在胸口挂一个这个政治标签这个牌子是吧？现在是这种定义对一个人的这个可以永远的留在网络的这个搜索结果里。而且今天还多了一个1966年没有的东西，什么？大数据算法，对吧？什么内容最容易现在在网络上传播呢？最愤怒的、最刺激的、最具有敌我色彩的、最能制造这个群体情绪的内容。所以你如果把文革1966年时候的政治授权方式放到2026年的这种信息传播的环境里，结果非常可怕，对吧？那问题就来了，习近平敢不敢这么干？我的第一反应是说他不敢，为什么呢？因为他本人经历过文革呀，对吧？69年他才15岁习近平就下放到陕西梁家河去了，对吧？然后在那儿生活多年。他对于文革的这种体验不是从历史书本里得来的，他是真实经历过的，对吧？所以他应该很清楚，就是当这个所谓的最高领袖把这个政治定性权和这个某种暴力权向下释放给群众把这个权利给你们，会发生什么？他经历过，对吧？我觉得毛泽东1966年他做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就不只是说发动群众而是说呢，让这些普通人
突然之间就获得了以前不具有的一种政治权利。那学生可以审判校长，是吧？审判老师，工人可以审判什么领导，对吧？然后普通人可以根据家庭出身、言论、你的穿着、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就判断另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们革命的敌人。那这项权利没有法律边界的，对吧？因为它马上就产生一个结果呀，就是说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啊，每个人都说自己是才是最懂毛主席的，是不是？好，红卫兵也分裂，然后这些造反派也分裂啊，不同的组织互相指控对方是什么保皇派，是反革命走资派，最后就是发展成大规模的武斗，啊，等于是毛泽东把这个能量释放出去了，把这权力下放之后，最后发现失控了又不得不依靠军队军管、革命委员会什么的，慢慢再把这个权力收回来。那你说今天今时今日，习近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就是我把权力先下放到给群众，让他们闹，然后我再靠军队什么的，靠我现在的这个维稳手段，再把这个权力收回来。他可以，他做得到这个可以复制这个过程。但是如果他真的发动这么一场失控的群众政治，能力上做得到，但是我们从动机上来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很值得聊的，对吧？因为这是非常希望大家能看明白的，就是今天中国这个国家机器和1966年已经完全不同了。就是说，习近平不需要学毛泽东把这个社会先打乱再收回来，他不需要了。因为今天的中国有一套规模庞大的公安体系网信体系基层党组织、街道社区网格化管理、视频监控，还有这些大数据分析手机每个人都实名制，都能定位，还有你所有上的这些中国这些平台也全都接受党的管理。1966年的毛泽东没有这些东西，对吧？他需要就是发动群众去突破这些官僚。但是今天的习近平，这些官僚都完全听他的，他直接就可以下命令所以这就是毛和习他在治理方式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那毛泽东时代最危险的一刻就是这个最高权力暂时允许群众越过中间的这个党组织直接以毛泽东的名义去攻击这些官僚。但是习近平时代其实是相反的，就是你任何群众参与什么事情，他都要求必须把你重新放回到这个党组织的这个控制之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给大家就是讲枫桥经验，对吧？枫桥经验是1963年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当时的一个说法，对吧？就是发动和依靠群众，然后把矛盾留在这个基层去处理就这么一事儿最早发生在枫桥。那这个事情过去到习近平时代又提枫桥经验，对吧？但是他没有说把它当成是文革前那种群众政治的一个历史遗产去反思，没有，反而是高度的又去推广习近平多次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这个枫桥经验。那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是什么呢？官方现在对它的描述是说，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并把它同这个网格管理然后什么网络空间治理群防群治这种大的这个就这些年的维稳方式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你说今天的中国的群众还可以像那个时候一样被动员起来吗？有可能但是角色不一样了，对不对？1966年的时候，毛泽东用群众是来当拳头的今天习近平拿群众当什么？当监视别人的眼睛，收集数据的这个摄像头，对吧？你可以举报你可以提供线索，你可以参与这个什么所谓的群防群治但是呢，你要把这些东西提供给这个网格员街道公安一级一级的，你不能自己成立一个，比如说什么扫黑除恶新时代的红卫兵，你不能成立这么一个组织，对吧？然后跑去抄一个人的家，跟66年不一样，对吧？你不能说你自行宣判说，这个企业是什么辱华的什么黑社会企业什么，你就去，你不能这么干
啊，你没有这个去抓人呀、去迫害别人或者审讯别人的这个权利，这跟文革是不一样的。那谁能最终定性？国家嘛，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习近平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再造一场和文革啊一模一样的一个新的文革，这是没必要的，对吧？因为毛泽东当时需要红卫兵完成很多事儿，但是现在习近平已经不需要了。但是到这儿，我觉得才是我们更想要聊的一个话题了，就是说，虽然习近平没有必要再发动这么一场文革，但不代表说他对文革的反思是对的，而且据我的观察，恰恰相反啊，就是我们观察啊，就是习近平就是这个时代啊，官方怎么谈文革的，怎么谈毛泽东的，对吧？怎么谈这个中共自己的这些历史的，就是说，我觉得什么叫真正的反思文革啊？你必须得反思，就是说，毛泽东发动这个红卫兵为什么失控了？是不是？那1966年为什么没有维持好这个社会秩序？为什么他这一个人可以拥有发动这一场运动的权利啊？为什么他的一个政治判断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院也不能阻止他，媒体也不能质疑他，甚至这个党内的中央委员会啊也没法制约他，对吧？为什么军队只效忠于党的一个这个最高领袖，对吧？这些都是要反思的啊。那为什么当毛泽东啊当年说啊我们党内藏着这个资产阶级的敌人，结果就整个国家就发疯一样的，全都是到处寻找这个敌人。我觉得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但是你们看啊，到了习近平时代，这个历史观就没有照着我刚才说的那些反思的路线往下走，对不对？2013年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啊，前面不能否定后边，后边不能否定前面。接着官方进一步解释啊，就说这两个时期啊，本质上都是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啊，都是在探索啊，所以有点弯路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个大家很了解啊。但我觉得就是说，这里面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就是勾连问题啊，就是说现在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啊，要求大家说你可以研究历史啊，你可以说这个中共历史的一些事件，但是你不能同现在的现实问题勾连在一起，就不能比较，不能一块聊啊，就是你不能把过去的制度问题拿来比较今天，这就直接越过了官方允许的这个历史边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对吧？一个你不能用来理解现在的历史，那还叫历史吗？那还叫真正的历史反思吗？对不对？你研究历史反思文革，你不就是要要对比今天嘛，总结经验教训，避免这个灾难重来嘛，对吧？什么叫这个要避免勾连呢？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你看习近平的这十几年的治理啊，他从文革里反思到的是什么？按理说啊，他应该反思的是说最高权力啊必须被独立的制度去制约，所以才能避免文革。他应该反思的这一点。结果呢，他反思的是什么？他反思的是说，群众啊可以动员，但绝不能失控。社会呢可以参与这个党要求的一些事情，但绝对不能让他们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官僚啊，我手底下的官僚可以整顿。但是整顿权不能下放到群众，像文革红卫兵那样的啊，必须还掌握在党中央手里，掌握在我手里，啊，那这些政治运动也可以存在啊，但是不能学文革那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了。所以你说他反思了吗？他也反思了，但是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反思思路，对吧？他反思的是说，怎样避免文革失控。就是说，如果我再发动一场文革2.0啊，当然很多东西跟当年不一样啊，就是说我再发动一场运动，或者我再发动一场一个什么政策什么的，我要避免的是不要像文革那样失控，这就是习近平想的。但其实真正的反思应该是什么？就是你怎么样避免这个文革成为一种可能吧？这两种反思差别太大了，对吧？如果你只反思失控，那怎么解决？
解决方案就是我要更加强控制嘛。这就是习近平反思之后这些年他做的，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加强控制啊。因为如果你反思的是说最高权力怎么才能不受制约呢？那解决方案才是说我们要限制权力什么什么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时代当然了非常明显了，大家看到了，对这个政法系统也要加强控制，对基层治理也要加强控制，对媒体也要加强控制，甚至对历史的解释也要加强控制，包括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新一轮的扫黑除恶，对吧？公安部今年4月的这个全国会议就要求主动出击，露头就打，穷追猛打，什么同时强调这个层层压实责任建立专业队伍，强化组织保障。这完全不是文革的那种方式，对吧？权力放出去没有，它是反而权力收得更紧但是我觉得虽然表面上看这跟文革完全不一样，但是文革式的那个观念，这是我们这频道要聊的，对吧？观念，文革式的观念并没有从中国消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结束，而不是说又发动了一场各种形式长得跟文革很像的文革 2.0， 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这个文革式的观念没有消失，所以文革从来没有结束。什么叫文革式的观念不是说你要穿着那个军装，戴着红袖箍，写着红卫兵，然后拿着毛主席语录，然后什么把人批斗，戴着高帽，什么这些都是外在表现形式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大家注意听首先第一，就文革式的观念第一，斗争思维就是遇到复杂的一个社会问题，第一个反应不是说我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可预测的制度，而是说我先要找到一个打击的对象谁是毒瘤谁是黑恶势力，谁是什么害群之马，谁是牛鬼蛇神，谁是保护伞，就找这些东西这些词就你等于是完全跨过了一个法律的精准定义这个边界就扩张了，对不对？你比如1966年的时候，文革那时候也没有人说明天我们就去打死一个老师，没有人这么说，对吧？他们说的是什么？我们要消除资产阶级思想，破除旧文化消灭阶级敌人。那谁来定义呢？对不对？就是这么失控的。那我觉得文革式思维观念第二点就是运动式的治理。那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你的理想状态，你比如说现在打黑除恶，对吧？那你就是黑社会，如果有黑社会，你犯罪了，那警方就处理呗，对吧？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有法可依的呀。还需要什么最高层去宣布我们要搞一个为期1年还是为期3年的专项斗争，需要吗？然后搞了3年之后宣布取得了胜利，结果5年后又来新的一轮专项斗争，这就不是一个应该每天由什么公安检察院、法院就应该由他们每天去完成这些工作就完了，对吧？你不需要政治动员，什么专项行动高压形态层层督导，那搞半天过去了这么多年2018扫了3年，2021宣布胜利，然后2022年还有了专门的法律，结果2026年又来一轮专项斗争，那你这些年你这个相应的制度等于没建立起来你建了吗？这国家70多年了，你建立起什么制度了？文革时候搞运动，你现在还是在搞这种运动式的治理，这就不是常态治理这是运动式治理。那好，第三个这个文革式的观念还留存在中国的是说什么呢？就把人先分成政治和什么道德这些类型然后再决定如何对待它。这文革的一个遗产就是在正常的法治的国家里面，人他就是一个拥有各种权利的人，对不对？那他有没有犯罪，你要看他的这个具体的行为，这些证据，是吧？但是你比如文革的时候不看这些东西就是给你一个身份你是就是地富反坏右你是这地主什么你是什么右派什么就黑五类这些给你一个身份。好，这个身份这个标签只要扣在你身上行了。很多原来你不能对一个有权利的人你不能对他做的事情，突然都可以做了，是吧？那当然了，今天不是1966年了，是吧？然后这个法律上也说我们不能去凑这个黑恶案件，但是谁知道你真的有没有凑呢？
你一个专项行动为期1年，你内部没有 KPI 吗？你没有对基层的这个指标上的考核吗？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你只要开始允许这个政治标签啊，慢慢取代这些行为的证据，那就开始就来了，对吧？这个事情。那第4个这个文革式的观念啊，留存到今天的就是说，群众路线啊，仍然被理解成是一种治理工具啊，而不是公民权利。就是你看啊，文革中的这些群众啊，红卫兵啊，造反派什么的，现在很多人还怀念毛泽东那个时代，都是说啊，我们人民有权利啊，好像表面上看是权力巨大的，是不是？好像能造反，能斗官员、斗老师、斗权威，能写大字报，能自己成立组织啊。但是啊，很多人没看透，就是当时的中国人真的有政治权利吗？没有。他们能自由地选举毛泽东吗？不能，对吧？有任何一个组织敢反对毛泽东吗？或者反对这个党？不能，对吧？你能要求说，好，我现在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是吧？好，我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法院，你能建吗？你能说我要办一份不受党控制、不被党允许的报纸吗？不能。其实所谓文革时候的群众有权利，是那个力量的力啊。而且是毛泽东临时给你的，有指定方向的，你拥有了这么点权利，而不是你的那个利益的利，那不是那个权利，那是一种授权，对吧？就是毛泽东今天告诉你，授权给你了，今天打倒这个人啊，你就拿着有这个力量去打倒这个人了。明天改变方向，换一个敌人，你又得跟着变。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提啊，新时代风潮经验，对吧？当然这已经不是那种红卫兵政治了，不一样，是吧？但是里边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就是国家和群众的关系，非常熟悉，就是群众啊又被国家鼓励，你可以参与我们的治理，对吧？帮助国家发现问题，处理矛盾，在基层。但是呢，你们就要提供信息给我啊！我现在不再单独授权给你们这些权利了，对吧？但是这个逻辑没变啊，就是国家与群众的关系，这个逻辑没变。那我觉得第5点吧，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最高政治权利啊，仍然是这套体系的最后的一个裁判啊，就等于文革的问题到今天其实并没有解决。那毛泽东时代是什么？就是好像表面上看中国人特别疯狂，是吧？就那些青年特别残忍，好像是这样的，是吧？但是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本质问题啊，是这个国家缺少独立于这个最高政治权力啊，独立于这个毛泽东之外的一种对于事实的判断，对于司法的这个裁判啊，以及这个公共讨论机制，这些都没有啊，只有那个最高领袖，他对世界怎么理解？他对世界怎么去想象啊？哪怕是特别疯狂的，也都可以最后逐渐的变成每个人的现实。那当然，今天中国肯定跟1966年中国不一样了，对吧？那我觉得我们要反思文革，我们就必须得问呀，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根本的问题改变了多少呢？对吧？你今天的对于现实的判断、方向、司法裁决，然后这些东西是不是还是要依靠这个最高领导人啊？现在变成习近平了，他由他来做出的，对不对？没变吧？所以你觉得这叫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吗？我觉得只能叫说改进了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控制政治风险的一些办法啊，他们在这个层面上进行了一些反思啊，这个党啊。所以好，我们回到今天这个题目啊，那你说现在习近平还需要再造一场文化大革命吗？我觉得他其实不需要，对吧？他不需要再搞出一批红卫兵啊，或者叫白卫兵，随便啊，然后让这些学生年轻人去冲击这些基层的他已经建好的这些基层网络啊，这些党委啊什么，让他们去夺权，然后搞到这个街头武斗混战，然后接着再派解放军去军管，他不需要了，这很危险啊，也很昂贵，这个方式啊，没必要，因为他现在已经通过这么多年建立了更现代的一种行政能力
更强的这种信息收集能力，更细密的这些基层组织以及更集中的它整个一个政法体系。所以毛泽东当时是需要靠群众把这个旧的秩序给摧毁，然后他再建更听他话的属于他的新的。但是习近平现在已经建成了，但是恰恰因为已经建成了，我们才不能够停止去反思文革，因为文革留下来的不是那些表面的东西红卫兵什么，而是这一套关于权力的观念，关于敌人的观念关于什么政治忠诚高于程序的这个观念以及呢，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就靠这种什么这个运动式的集中斗争就能解决，这么的这个背后的观念以及呢，每一个人每一个中国人这个群众，你是不是独立公民，还是你只是这个最高领袖这个政治权力可以动员的一种资源，这个观念，对吧？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说，你不承认这个最高权力，对吧？那它必须得外面有一个制约，就是你每一个权利你都得有外部的制约，互相形成制约，这样的政治观念在中国人的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因为只要这些东西还在，那文化大革命就不是一个仅仅66年到76年的这么一个历史问题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叫文革非10年，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觉得讨论文革2.0或者说它会不会再来它不是说红卫兵会再来什么这个中字舞会再演一遍，历史很少会原封不动的去重演，对吧？但是它最大的欺骗性就是，当它再来的时候，它换了身衣服，你能不能认得它，对吧？你不能只凭它的外形去认，是吧？这是不是文革这不是，我们就不用担心了。你要去看它的背后的那一套机制，反映的本质问题，对不对？谁有权利制造敌人，定义谁是敌人，对吧？你要看这些东西。当这个领袖犯错的时候，谁能够制止他？有吗？有这样的机制吗？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答案那我们其实就还生活在文革之中嘛，对不对？所以新的这一轮的扫黑除恶，我觉得值得关注因为虽然它不是文革那种形式，但是你就会看到，明明这是一个已经存在了70多年的有各种法律的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有法院，这些什么都有，是吧？这些机构、这些机制、这些法律都有，结果还是要用这一套语言专项斗争、高压、运动，为什么？为什么？你就是1949年这个国家成立，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这是一种制度惯性，对吧？所以当然了，这个我们就不在今天这个篇幅去扩展了。我觉得对于文革的反思呢，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就是因为之前我在讲这个28讲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告诉大家关于一些时间点和以及当时文革究竟发生了什么，主要是在讲这些。我觉得现在落回到笔头呢，用这本书更多的是想讲，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以及怎么发生的这些更背后的一些本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还要再继续做这个系列以及我要坚持把这本书写完的一个原因好，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吧，感谢收看、订阅、分享。